有外媒分析说，一旦改用人民币计价，将会削弱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还可能在中东国家起到示范作用。实际上，当年石油以美元计价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是石油的最大买家，而中东产油国是最大的卖家。而现在，随着美国已经逐步变为石油出口国，从中东产油国的大客户变成竞争者。有观察认为，石油美元具有较强惯性，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和人民币原油期货上线，与阿拉伯产油国本币互换和人民币跨境支付不断扩展，以人民币计价将逐步发展为一种趋势。韩国环球财经称，目前全球约 80% 的石油销售以美元进行交易，如果沙特每天允许以人民币支付出口至中国的原油，石油人民币的使用将大幅增加，美元的地位可能会动摇。报道称，中国是沙特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中沙贸易额为 412.8 亿美元，是美沙贸易额 160.9 亿美元的2倍多。中国还是沙特石油出口的最大客户，对华原油出口占沙特去年原油出口的 27%。此外，中国拥有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的尖端技术，使其成为美国以外最适合中东国家摆脱单纯依赖石油经济结构的合作伙伴，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担忧。我认为石油用人民币来计价，它完全存在这个可能，而且呢，会慢慢的扩大它的规模。当然，这需要时间。以沙特这些国家的出产的石油进入这个国际交易市场，它的这个石油美元的这个特征呢，还会长时期的保存。但是呢，在同中国我们进行开展这个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当中，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呢，慢慢规模会扩大。实际上，西方媒体一边羡慕中阿关系的热络，一边酸溜溜的炒作所谓中阿走近是因为钻了美阿关系变冷的空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习近平此次访问正值美国同沙特关系处于紧张之际。就在5个月前，全球能源危机升级之际，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沙特，要求增加原油产量，但沙特反而决定从11月起减产石油。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指责华盛顿没有兑现其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而中国一直在巩固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对此，就有阿联酋学者表示，西方那些企图将中国威胁论延续至阿拉伯世界的人并未得逞。他说，阿拉伯人有自主权，可以根据国家和地区利益决定与其他国家建立怎样的关系。阿拉伯人不需要外国人告诉他们如何看待中国。他一是损害人家的利益，第二是对人家沙特有盘剥行为，第三还挫伤人家的自尊心。同时呢，还要在什么民主啊、人权等领域对人家进行指责。那拜登不是把人家沙特说成是什么贱民国家吗？那你说人家对这美国这种做法能满意吗？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开启对沙特国事访问，并将连轴出席首届中阿及中国海合会2场峰会。您对此有何前瞻？好的，主持人，这是年终岁末国际外交舞台的大件事儿，是中国全方位大国外交的大手笔，更是阿拉伯世界外交舞台的头号盛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与深远影响。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记者就中阿峰会相关提问时强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将成为中阿关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我注意到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一概括昨天直接被英国路透社用进了标题，称之是 epoch-making visit， 是划时代的访问。那么中国元首在沙特利雅得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开宗明义，强调这是一次传承之旅，更是一次开创之旅，阐明访问的目的是发扬光大中阿、中海、中沙传统友好关系，开启中国同阿拉伯世界、海湾阿拉伯国家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新时代。中国元首也在重磅署名文章中指出，中方将会不断扩大粮食、能源、投融资、医疗等等领域的合作。沙特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媒体此前也已经广泛爆料，此访期间有望签署总额不下300亿美元，折合超过2000亿人民币的一系列的大单。
所以啊，英国民刊《经济学人》今天在题为 "The Gulf Looks to China"， 也就是海湾国家看向中国的这个要闻评论中，也强调能源与资金将是这2场峰会的聚焦点。我个人认为，随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全方位合作的持续的拓展，尤其在原油以及双向投资领域，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步伐有望进一步的提速，甚至呢，已经有专家在预期原油人民币的兴起。也就是说，中国在与包括第1大原油供应国沙特在内的阿拉伯世界进行原油交易时，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它的比重将会持续的上升。此外呢，中国元首上月在曼谷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宣布，明年中方将会考虑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那么，鉴于目前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阿拉伯国家超过20个，相信啊，很多国家这次呢也会受到中方的这个参会的邀请。我想这也预示着明年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中国主场外交将会格外精彩热闹。